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老胡，欢迎回到《9章前传》第5期前任改善。好，节目开始前，今天使用的装备 Spread RD 雪板 Talltech 的配件 Poster 雪镜。本节目由雪花啤酒北美特约赞助播出，感谢雪花啤酒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摄影师今天使用的装备。今天天气有点冷呀，我戴了一个 Talltech 的风帽，这样正好挡风。然后里面我还戴了个 Talltech 的线帽，这种带帽檐的，这样放在上，这个雪镜放在帽檐上也可以很好看。然后这个雪镜是 Poster 的变色雪镜。最近 Copper 的天气就一直很多变，一会儿下雪，一会儿晴天的。这种变色眼镜的话，不会发生到了山上，哎呀，今天忘记换镜片了的情况。然后今天还戴了 Talltech 的手套，没了。好的，那在上一期节目中呢，我们讲了弯中重心的移动。弯中重心移动呢，对你滑行的稳定性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练好了小伙伴，这一期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能增强你弯中稳定性的技巧，也就是反弓。说到反弓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，我讲的直白一点，很多人前任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的前任会有一个哈腰捡前的状态，就是他滑前任的时候会这样去摸雪，OK， 这样滑起来呢不美观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讲怎么改善，主要是来改善前任的姿态。当然后任的反弓我也会提及，后任反弓很多人容易做错啊。大家请耐心看到结尾，我在视频的最后会讲后任如何做正确的反弓。好，那我们就穿上板子上雪道来示范。当当。好，所谓反弓什么意思？反弓也就是我们滑，如果人笔直的滑，这就叫没有反弓，你的人和雪板是垂直的。这种状态呢，滑起来比较困难，不是那么容易。那我们为了增加弯中的稳定性，要如何做呢？我们先从前任开始讲起。你的前任，当你膝盖跪下去，其实你自然就做了一个反弓。反弓的意思就是你整个人的重心并不在雪板的垂线上，也就是相对于雪板的垂线。好，现在我把前任立起来，我用跪膝盖的方式，前任翘起来一点。好，这是雪板的垂线，但是我人的重心是在更靠近雪板正上方的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既能保持你弯中的利刃，又能保持你重心不要偏离雪板太多，方便你重心回板以及换下一个刃。所以反弓什么时候做啊？越接近换刃的时候，越开始做反弓，也就是入弯的时候不用做那么多反弓，在出弯的时候做反弓。刚才介绍了反弓的意思是我人对于雪板的垂线，我人更靠近雪板。那错误的反弓是什么？错误的姿势也就是我人的重心在雪板的垂线以外。就打个比方，我前任如果是滑起来是这样的姿势，我整个雪板的垂线在这儿，我重心在这儿，那我是不是更倾向于这样倒下去，更容易摔倒？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反弓。我现在来做一个错误示范。好，很多小伙伴们刚开始会滑前任了之后，就会急着想摸雪，我会滑成什么样？会滑成这样。这就典型的错误示范，Goofy错误示范啊！错误示范也做两边，后刃、前刃、后刃、前刃，典型的错误。OK， 所以前刃我们不要急着摸雪，要不然滑起来会很难看。所以前刃我们如何做反弓呢？把你摸雪那只手抬高。我们前几集中讲了一个后刃弯中技巧，就是抬后肘。所以你可以保持抬后肘的姿势进前刃，因为抬你的后手能帮助你前刃去做反弓的动作，也就是你的重心，你会挺腰，你会挺背，这样你的重心会更靠近雪板，然后用你的膝盖往下跪去顶住鞋舌，抬着后手，弯中不要摸雪，抬手。后刃，
前刃弯中，抬手挺背 ，OK， 抬手挺背，抬手挺背，抬手挺背，并且压住你的鞋舌，这样呢就是一个弯中比较理想的滑前刃的姿势，好吗？如果你想摸雪，其实你如果真正摸到雪，你的利刃是需要非常大的，你需要大概这么多利刃，然后你前刃再摸到雪，这才是对的。如果你只有这个利刃幅度，那你就不要去摸雪，摸雪就会摸成这样子，就不好看，明白了吗？那你示范一个低姿态的。哦，然后刚才 Goofy 还没示范，现在示范一个 Goofy。好吧。Goofy， 好，进前刃，抬你的后手，挺背，后刃，前刃抬后手，入弯，抬后手挺背，哎，鞋舌，双脚用小腿压住鞋舌，这样你就能压住刃了。然后你刚才说啥？示范一个低姿态的。OK， 好，那我示范一个低姿态啊。就是正确的摸雪方式是什么呢？你需要一点速度，然后这样摸到雪。好，现在速度太慢，我是摸不到雪的，我只有这么多倒伏。好，刚才我们讲解了前刃如何不要哈腰过雪，那现在关于后刃呢，其实也是有反攻的，反攻是我们滑行中很重要的一个技巧。那刚开始新手在不太会用正确的方式做后刃反攻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做成蹲坑，也就是也不说是蹲坑吧，也就是它的膝盖的弯曲度呢会比髋关节的弯曲度要多，那你的后刃反攻就是错误的，因为你很难去把后刃立起来，你重心也很难回到板子中央。为什么？我走起来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我做错误示范就明白为什么了。好，如果膝盖蹲的很多，然后髋关节折的不多，会走起来会是什么样一个后刃？需要点速度。好，我要走后刃。这就是一个后刃典型错误，好吗？为什么？大家看我画的这个垂线，我整个人重心是不是在板子外侧？那你就更容易倒下去，就是更容易一屁股坐地上。所以怎么样的反攻才是正确的呢？也就是你膝关节不要弯这么多，膝关节稍微站直一点，髋关节稍微弯多一点，然后去做倒伏，折髋，然后去做倒伏。这个时候很奇怪啊，但是在后刃弯中就不奇怪了。好，理解了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的脚被固定器绑在了雪板上，所以你膝关节一动，你雪板的立刃角度马上会有变化。所以后刃你想要让刃抬起来，你的膝关节不能太弯，你的膝关节太弯，我的脚尖就怎么样，就踩下去了。所以你的膝盖稍微往后打直一点，你的板子，你的脚尖就会勾起来。这时候配合脚踝做一个这样的发力，能让你后刃走得更稳，好吗？这就是后刃的反攻。好，那后刃弯中呢，如果大家看低姿态刻滑，也就是高利刃极限刻滑时候的状态，其实呢也是符合这个原理的。所以大家好好练反攻这个发力。大家看前刃中身体是不是脑袋几乎就是维持在雪板垂线的正上方，然后大家看后刃弯中是不是我整个身体是向雪板去靠近的，然后我膝盖是相对比较伸直的，虽然不是全直，是相对比较直的，所以这样呢才能稳定的去挂住后刃。好，大家知道原理之后呢，就前刃千万不要急着去摸雪，然后后刃的时候也不要急着去下蹲，
因为你再怎么下蹲，就算你重心很低，但你的雪板你会减少它的利刃幅度，从而减少你弯中的稳定性。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还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方式来，这样你才能比较快的出活，好吗？大家如果学会了走刃，不要忘记去看我的9章课法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一期是我们9章前传的最后一期。下一期的内容是大家很关心的解决后刃弯中突突的方法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不要忘了关注订阅，好，以免错过我们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耶！ 耶！我今天用的也是 Tautag 的风帽，今天有点冷，所以我在等一下，等那有个大屁股，别急，那有个大屁股。你换一下镜头呀！我怎么换镜头？我这样就逆光了，我再过来就逆光了。哎，好冷，我穿个袜子手头套，太冷了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Goofy， 后刃，攒点速度，速度不够，好，进前刃。笑死了。